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在我的身心障碍鉴定2阶门诊当中，大多数的长辈都有听力障碍或者是失智的问题来做鉴定。听力障碍是一个令人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听力受损的朋友都是长辈，也有不少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及成人都有可能有听力受损的问题。只是在我的县市当中，长辈比较多，儿童、青少年及成人相对的比较少。但是在迪卡上面有不少人讨论听力障碍受损的一些问题。我会分几集来做说明，以下为社工师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如果有遇到社工的看法与医师或听力师不相同的状况，请与你的医师跟听力师做讨论。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就开始吧。当我们得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医生说，或问社工说，为什么是我？我都有做善事啊，我们家也没有人为非作歹。其实有可能是下列问题听力上面的一个障碍，我们可以分为6个重点，我们来做说明。第一个部分是遗传。父母亲双方是否都有听障家族史呢？先天性听障多少都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当中，其中又以大部分是自体的隐性遗传，比如说爸爸妈妈家族中有听障的家族史，但是父母亲都是正常，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隐性的遗传。这种听障的孩子，双亲都是正常的听力居多。预防之道就是要避免近亲的结婚，接受婚前的健康检查，以及遗传学医师的咨询。遗传的评估，请到各大医学中心、小儿医学遗传及新陈代谢科做遗传疾病与罕见疾病全方位的诊断及照护咨询服务，可以得到一些预防的效果。第二，妊娠感染性的听障，母亲怀孕的期间前3个月内有没有感染过像德国麻疹、腮腺炎、麻疹以及细菌性的脑膜炎、感冒或者是其他病毒性的疾病，可能导致胎儿先天性的听障，所以妈妈在婚前或者是准备怀孕的时候，应该先进行接受上述疾病的一些疫苗的接种，避免万一感染的时候后悔莫及。婴儿出生的体重如果小于1500克，出生后是否有过多的黄疸的病史，出生的时候是否有缺氧的现象，是否有过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史，检查头部是否有过于先天的异常，例如小耳症、外耳狭窄以及颜面骨狭窄，眼珠为蓝色，额头有白色的头发等。以上这类婴儿比较容易罹患先天的听障。第三，药物毒性造成的听障，治疗性药物像某些的抗生素或者抗癌的药物，容易造成耳朵的毒性，要小心，千万不可以自己到药房买成药给小朋友服用，没有经过医师的诊治，自己购买药物给幼儿服用，这要特别小心，不可以这样子做。由于每个人的体质的差异，有些人只要轻微的剂量就会产生副作用。如果发现有上述药物导致耳鸣、听力障碍、眩晕等状况，就要赶快找医生治疗。为大家科普一下，大家知道怀孕的时候，孕妇生病要看哪一科吗？比如说感冒的时候要看哪一科？家庭医学科、耳鼻喉科、
胸腔内科、妇产科？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妇产科，因为妇产科医师会比较知道什么样的药对于孕妇跟胎儿的作用上面比较不会造成伤害。有些病在怀孕的时候真的没有药可以治疗，因为可能会伤害肚子里面的宝宝，大家要特别注意哦。第四，后天疾病，小孩子的感冒很容易并发中耳炎，大概有1/3的孩子在1岁以前会得过一次的中耳炎。急性中耳炎有2/3的小孩子会在2岁前罹患过一次，其中更有1/3罹患过3次以上，所以接近70%到90%的学龄前儿童均罹患过中耳炎。急性中耳炎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半岁到6岁之间，其中以3到5岁最多，因为这个时候腺样体正在肥大增生最快速的时期，而肥大的腺样体容易造成鼻塞外，容易造成鼻腔里面分泌物滞留，由于鼻咽的部分会影响到耳朵的部分的功能，也会引起中耳炎。7岁以上的孩童则比较少见，好发的季节大概在台湾以秋末冬初的这个时间，还有1到3月最多。容易罹患感冒的季节，也就是急性中耳炎发生率升高的时期。急性中耳炎的治疗主要是服用抗生素为主的一个治疗，天数通常在7到10天为宜的抗生素治疗剂量，随着患者是否处于高危险群而给予不同的剂量。请不要自行乱停掉抗生素的疗程，一定要吃完，不然治不好病又会产生抗药性，会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第五，噪音性的听力受损，有不少的人听音乐使用耳机，如果你的耳机音量开得很大，才能感觉到声音的大动态、大音场、低音的推力，那你应该要花钱买一副好一点的耳机，不然你耳机开的音量很大，非常容易造成噪音性的听力受损。很快长期噪音暴露加重听力受损的时候，会由高音频扩及低音频区。若是语言区听力受损明显，将会影响社交沟通能力，耳鸣也会变得非常明显，以及持续。因此要注意避免日常生活当中电视音响的音量暴露，包含来自于耳机的音乐，避免工作场所的噪音暴露，利用减少工作时间佩戴有听力防护功能的耳罩、耳塞，将噪音源封闭的方法来减少噪音的暴露。3或5分贝法则是一个常用来计算容许暴露时间的一个方法。高噪音作业现场应该定期要评估噪音的来源跟程度，以及作为改善保护依据。职场环境音量达到85 dB 分贝的时候，就应该实施听力保护计划，依据计划来执行。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3分贝或5分贝法则。简单来说，是指台湾目前在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300条第1项第1款，劳工工厂作业因为机器设备所发出的声音超过90分贝的时候，雇主应采取工程控制，减少劳工噪音暴露的时间。今天如果工作场域的噪音是90分贝，
工作容许暴露的时间上限就是8个小时。如果噪音增加为95分贝，提高了5分贝，容许暴露量减少为4个小时，100分贝则是2个小时，以此类推。如果是3分贝法则，就是每增加3个分贝，工作时间就要减半。第6，老化听力受损。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估计，到了2025年，全世界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12亿成年人口当中，将有5亿的人会因为老年性的听力障碍造成听力丧失。台湾的高龄人口当中，每3位当中就有1位因为老年化造成的退化性听力受损，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常造成成人听力丧失的原因。因为人体的老化过程在听觉器官中的表现与遗传及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所遭受的各种有害因素，包括疾病、精神的创伤、噪音的暴露、耳毒性药物的影响都有关系。其特色是为双侧耳朵的听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生进行式的听力减弱现象，主要表现为高频率的听力丧失为主。感觉性听障这个部分，男性比女性多2倍哦。患者因患有老年性的听障，对于日常生活的能力、生活的品质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下一次我们要来谈一谈听力障碍的检查，我们下一次见。